蓝湛低头看了看手表，从楼梯走上来需要3分钟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眼镜型的小型红外线探测仪戴好，手指轻轻按下镜腿上的开关，把走廊来回检查了一遍，没有摄像头，确认安全，两个人便没那么紧张了。蓝湛没收回眼镜，魏婴看着他，严肃开口：“蓝湛，你这个形象特别像传说中的衣冠禽兽。”魏婴压着声音笑了2声，忽然听到门响，迅速转身，发现是一位小姑娘。真的是小姑娘，反正长相上来看绝对不老，看起来也就刚20出头。魏婴一愣，心道没听说这董事长还有个女儿啊。对方也显然被吓到了，他半掩着嘴，震惊地看着两个人。为了防止他误会，魏婴连忙举起双手，道：“小姐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是来找李董事的。”小姐略惊恐地来回看了看两人，看他们好像确实不像坏人，便小声开了口，声音细细的，再加上他本就惹人垂怜的样貌，倒真的让人很容易升起保护欲。你们找李董事做什么？哦，因为有点事。请问您是？我是他的妻子。可谓是五雷轰顶，震撼人心。这年龄差也他妈太大了吧？魏婴一句“我靠”险些脱口，生生憋住了，想来憋的表情不太好看。方才还畏畏缩缩的小姐扑哧的笑了出来，很惊讶对吧？小姐笑道：“但是也没什么，缘分是很奇妙的。”哦，不好意思。魏婴摸了摸自己鼻子，道：“请问您丈夫是在哪间房间？之前承蒙照顾，我们想去拜访一下，在最里面那一间，刚好我也要去找他，带你们一起去吧。”小姐笑着关上了自己的房门，往走廊深处走去。有劳。蓝湛点了点头，正欲跟上，却被魏婴拽住袖口。他回头对上魏婴震惊的脸，他看起来很不可置信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魏婴，卧槽！蓝湛，卧槽！这他妈老牛吃嫩草也差太多了吧？”慎言。哦，李董事的房间在走廊尽头，小姑娘敲了敲门，听到有人应声，便推门进入了。蓝湛是最后一个进去的，他看了看门锁，只能从内部手动或门外用钥匙上锁。李董事看起来还算和蔼，眼神带着商人那种独特的精明，看到蓝湛和魏婴两个人，便笑着点头示意，旋即转向自己的小妻子，道：“怎么突然过来了？”是关于明天的时装秀。小姐走到他的办公桌前，将手里的文件夹放在他面前，笑道：“我又想了想，方案还是用第2版吧。我稍微改了一下衣服，你看一下，没问题我就回去动手了。”看这一对更像父女的夫妻在谈正事，魏婴就自辩了。他先是把屋里的环境看了一圈，旋即看向了蓝湛，后者摇了摇头，没有摄像头。然后魏婴便把注意力放到了装修上。这么现代的一座酒店，装修倒是挺古色古香的。介绍一下，冰儿，这2位是我的旧交。李董事合上文件，笑着搂过自己的小妻子，给他介绍道：“这一回从大老远赶来的，服装也没准备，你回去看看，给他们也挑2身。”魏婴一愣，但还是配合的伸手跟冰儿小姐握了握手。鄙人魏婴，幸会幸会，方才吓到您了，不好意思哈。冰儿小姐端着礼貌的微笑道：“魏先生客气了，方才多有失礼，还要请您不要介意呢。”这位是蓝湛，幸会。蓝先生。小女募兵，幸会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回去准备一下明日2位的服装，晚上给2位送去。穆小姐轻轻带上了门，李董事便收起了笑容，严肃地跟2个人握了握手。等候2位警官多时了，可有看出来什么不妥？不妥没看出来，疑点倒是有。魏婴道：“比如说什么服装？”哦，这是我们这一次也要顺便举行的活动。李董事笑道：“我们包下这座酒店，从头到尾都翻新了一遍，自然不只是为了在下的订婚宴。明日会有一场小型时装秀，也当是点彩头吧。”魏婴和蓝湛对视一眼，道：“这可没有提前告诉我们。”是了，就是惊喜。待到明日，所有人都会换上我为大家准备的服装，细节等明天就知道了，不可多说。魏婴一顿，笑道：“李先生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是个中国古风时装秀吧？”李董事脸上得意的笑容一僵，魏婴便知道自己猜对了。“你怎么简单？
看你屋里的装修风格，你总不能告诉我是欧风的。李董事哈哈笑了2声，道：不愧是警官，想的确实不错。我这条命交到你们手里，我也算放心了。李董事，蓝湛道：这次时装秀有谁知晓？我，冰儿，我的秘书。其他人，我可以保证一个字儿都不知道。恕我直言，董事。魏婴道：时装秀不比订婚，订婚宴您是焦点，别人下手的可能性不大。时装秀可不一样，您最好不要参加。李董事的笑容消失了，屋里陷入沉默。我要为了这么一封小小的恐吓信就吓得缩起头来。你们当我是什么人？并非如此。蓝湛沉声道：这次警方只有4个人，范围却是整座酒店。双方僵持半晌，李董事摆了摆手，表情恢复了最初的样子，和颜悦色道：也罢也罢，你们说的也有道理。这样，我主持完开幕就回房间来，这样可以吧？我们送你。让冰儿送我。李董事道：我丢下冰儿像什么样子？我回屋之后还要交代他帮我主持大局。回屋我就会上锁，你们只需要帮我在大厅里保护冰儿就是了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再坚持也没什么意思了。魏婴和蓝湛告辞，去看看他们被安排的房间。房间也在15层，就在李董事的周围。为了方便，4名警察两组合，2人在李董事对面房间，2人在隔壁。魏婴和蓝湛便是隔壁那2个。魏婴再次震惊了，我靠，怪不得通知我们不用带行李，我家里装备也没这么全啊。蓝湛沉默地打开洗漱间的灯，洗漱用品一应俱全，拖鞋都已经摆好在门口了。蓝湛正打算看看洗浴间，哇，蓝湛，你快来！脚步一顿，蓝湛转身循着呼唤去了，然后看到了正脱衣服的魏婴。可怜我们蓝警官这一眼暴击来的猝不及防，闭眼都来不及，他脱口道：魏婴，啊，你干什么？我看衣柜里有套衣服，你看，我在古装剧里看过，这就是睡衣对吧？我试试大小。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把窗帘拉上。麻不麻烦？我又不是要裸奔，你也快来试试。我不是你怎么知道合不合适？哎呀，你别不好意思了，咱们2个谁跟谁，我帮你拉窗帘总可以吧？订婚宴于中午正点开始，要不说是大公司董事呢，人脉确实是广。上到政府领导，下到明星编导，各行各业有头有脸的人物有许多都出席了。魏婴甚至还觉得自己看到了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过的几张脸。